2个男孩放火杀死了自己的主人，其中一个逃跑了，另一个被困在火场生死未卜。逃跑的那个就是特纳斯。现在困在火场的那个男孩乌尔萨斯回来了，他把自己的遭遇都怪在特纳斯身上。经过上次的厕所大战胜利后，他在特纳斯家门口留下了口信，要求分得赌场的利润，并毫不客气地就在信中留下了交钱的地址和时间，威胁如果不照办就把当年的事儿捅出来。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将死之人的第5、6两集。特纳斯愤怒不已，他发誓要把沃尔萨斯抓出来，于是派出了所有的手下，特别安排了一个最机灵的男孩去交钱地址处寻找。可惜一无所获，男孩还被杀死了。特纳斯内疚不已地埋葬了男孩，但他并不打算老老实实地交出钱，于是把钱送到指定地点后，安排更多的孩子暗中监视着，一旦有人动那些钱，他就让他们马上来报信。卡拉看出特纳斯面临巨大的威胁，这个一向自信满满的黑社会老大一反常态地开始烧香拜神。特纳斯也忍不住向卡拉倾诉自己一步一步从小混混爬上如今位置的艰难，但当卡拉问起这起冲突的起因时，特纳斯缄口不语。卡拉也没有追问，只是帮他查看了伤口，恢复得不错。气氛突然有些暧昧，卡拉赶紧抽身离开。卡拉想把大女儿送回家乡，但是大女儿不肯走，偏就想留在罗马这个繁华之地，把卡拉气得没辙。斯高普斯的比赛也很不顺利，技术再好，驾驶着老马破车，连冠军的边都摸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瑞诺夺冠，红队也拿到了亚军。屈居第3的斯高普斯哪受得了这种憋屈，干脆喝了个酩酊大醉。萨琳娜带着儿子搬家了，二师兄看到了，忙着凑上来帮忙，并殷勤地把他们送到了卡托尼亚夫人家。虽然没有比赛了，但大师兄依然勤奋地练习。二师兄劝哥哥趁着红派招人，干脆去红派算了，但大师兄不肯。他知道特纳斯可不是好招惹的人物，那些心爱的马都卖给了特纳斯，现在离开与背叛无异，还是专心练习，等着金色派重新上场。萨琳娜的破产老公鲁弗斯已经走投无路了，跑到酒吧指责自己输掉妻子的蓝色股份全是特纳斯的阴谋，被打手轰了出来。忽然一个老仆人把他带到了犹太公主格里安面前，公主问起他与特纳斯之间的事儿，鲁弗斯一股脑的都说了，甚至表示有传言多米提安王子就是特纳斯的后台，也是金色派系的幕后大佬。格里安公主要求他去接近特纳斯并获得信任，鲁弗斯也正想寻机报复，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来到特纳斯面前死缠烂打。最终特纳斯留下了他，并把他安排给了卡拉使唤。决斗场训练营收到通知，为了庆祝提图斯大婚，将要举办一场决斗赛。出场的是大块头，对手是垮梅和另外2个人。垮梅没想到生死决斗那么快就来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抓紧时间训练。提图斯的大婚转瞬即至，他娶了自己的表妹，决斗场鼓声隆隆。安东尼亚夫人对这场婚礼倍感嫉妒，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皇后，当然前提是丈夫马苏斯成为皇帝，但她这野心马上被丈夫制止了。这种事儿只能在心里想想，真的要做可是要豁出性命的。在没有好的时机的时候，就耐心旁观，并偶尔使点小阴谋捣捣乱啥的。卡拉忽然在下注板上看到了儿子的名字，这令他崩溃不已。一直忙于自己事儿的特纳斯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但他看着心急如焚的卡拉，也爱莫能助，只能拦住他别去做傻事，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卡拉请求特纳斯让自己见见儿子，于是特纳斯贿赂了守卫。快上场的垮梅见到了母亲，开心不已。母亲不断给儿子打气，并告诉他他是战神阿佩德马克的化身，要求他答应自己一定要胜利归来。垮梅向母亲保证自己一定会回来，一家团聚。上场后，垮梅和另外2个人锁在了一起。很快2个炮灰就一死一残。
垮梅也根本不是对手。这时地动山摇，说巧不巧，维苏威火山即将喷发，而这恰恰帮助垮梅赢得了时间。他努力把脚铐打开，不惜切断了一个同伴的腿，然后和大块头周旋，以小博大的勇气折服了观看的罗马市民。大概是看腻了大块头毫无悬念的胜利，决斗场上开始回荡起对垮梅的呼声。他奋起刺伤了大块头，但始终实力差距让他拜倒在地。这时，场上的罗马观众都投票让垮梅活命，但多米提安却表示杀了他。皇帝提图斯看不下去了，直接起身投出了决定一票，垮梅得到了活命机会。在后场揪心的卡拉终于长舒一口气，但这并不代表垮梅获得了自由，而是预示着垮梅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出场面对死亡挑战。国王给获奖者颁发奖金，多米提安极不情愿地给垮梅颁奖。看着垮梅眼中的腾腾杀气，多米提安感到恐惧。这时忽然大地震动，维苏威火山开始喷发，人们乱作一团，多米提安趁乱逃走了。维苏威火山喷发了大量火山灰，笼罩着城市，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被毁灭。安东尼亚夫人更是火上浇油地浇熄了维斯塔神庙的圣火，致使看守圣火的祭司长被处死。虽然圣火被再次燃起，但人心惶惶的现实无法改变。皇帝提图斯忙着安排开仓放粮，安顿灾民，弟弟多米提安却对夸梅耿耿于怀，想要尽早除掉这个对自己大不敬的野蛮人。于是他安排了一场夸梅与大块头的1v1，为了让夸梅输得彻底，还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给吃的，只给点水维持生命。好在他的好友维果还是偷偷的给他送去吃的，并鼓励他每活一天都要振作。A short life can still be a good life. 安东尼亚夫人和丈夫马苏斯领主盘算着，皇帝花光国库的钱救济灾民，又把灾民放进城，这是一个谋权篡位的好机会。他们暗自联络着那些对统治不满的贵族元老，召开一次秘密会议来决定推翻皇帝。但这一切都被卡拉的小女儿偷听到了，她忙着到特纳斯家里报信，老仆人克什尔把她带到了赌场，母女三人开心地见了面，消息也带到了。回去的路上，小女儿问个路就和小师弟埃利亚搭上了话，小伙子热情地主动带路，这俩是一见钟情的架势，就跟二师兄一样，爱情总是那么猝不及防的草率。克什尔识趣地走了，两个年轻人在路上聊着天就到了马苏斯领主家，依依不舍地道别。特纳斯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多米提安王子，对特纳斯来说，这是恢复金色派对的大好机会；对多米提安来说，这是重新获得哥哥信任的大好机会。很快，两个人就带着皇帝来到一个通往会议大厅下层的密道里，听着马苏斯领主慷慨激昂地煽动着元老们的愤怒，呐喊着推翻当朝皇帝。提图斯怒火中烧地下令马上抓捕马苏斯和他的两个支持者。马苏斯以为大功告成之时，却不想身后的卫兵让他瞬间明白消息已经泄露了。看着煽动者们被抓走，多米提安虎视眈眈地看着恐慌的元老们，那些与会者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多米提安如愿以偿地重新获得了哥哥的信任，不仅恢复了金色派系的比赛，哥哥提图斯还接受了他的各种建议。欣喜若狂的多米提安马上召见了特纳斯，要求他尽快把金色派的比赛安排上，而且对这个平民倍加赞赏。斯高普斯终于获得了一次胜利，本想偷偷的给自己下注挣点钱，没想到就被卫兵抓了，而这都是特纳斯的小手段，想让他回到金色派。斯高普斯对此愤怒不已，但又无可奈何。马苏斯领主被抓后，安东尼亚夫人走投无路，只好到维斯塔神庙找身为祭司长的女儿。可惜女儿对这个从小遗弃自己、从来没有付出一点爱和关心的父母倍感厌恶，冷漠地拒绝了安东尼亚夫人提出的希望她以维斯塔祭司长的身份为父亲求情的愿望。
这对不称职的父母终于自食恶果了。小师弟艾利亚彻底坠入了情网，趁着马苏斯领主被抓，家里的守卫松懈，他干脆就每天翻墙进来与卡拉的小女儿幽会。他希望能够攒够钱赎回女孩，但攒够那笔巨款似乎是件遥遥无期的事。女孩鼓励着艾利亚，她有耐心等待。特纳斯偷偷给车身上绑了水袋，增加重量，顺利地通过了重量限制。超轻的马车，最快的马，让斯高普斯轻松地夺冠。卡拉提议特纳斯把下注时间延长到最终胜利之前，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但特纳斯注意到的是赌桌上那个包着熟悉的金属赛马的纸条。沃尔萨斯要求特纳斯尽快把钱继续交到指定地点，否则他会不断地杀死特纳斯的手下。特纳斯无可奈何地把钱都送了过去，这就拖欠了斯高普斯和多米提安王子的分成。斯高普斯当众表达着不满，而多米提安王子也忍不住召见他，要求他尽快把钱拿来。运到指定地点的钱堆成了山，却不见沃尔萨斯的行踪，这让特纳斯焦头烂额。卡拉在约定的时间来见安东尼亚夫人的女儿，可这个刚刚晋升的维斯塔祭司长认为卡拉和特纳斯一样都是坏人，当面拒绝了卡拉的请求。卡拉回到家迁怒特纳斯。终于，沃尔萨斯在指定地点出现了。特纳斯留下的小男孩连忙去报信。特纳斯接到信息，匆匆带人赶来，却不想手下已经被沃尔萨斯买通了。但沃尔萨斯根本没打算留着背叛特纳斯的家伙，一刀解决了他，然后扭头就把特纳斯暴揍了一顿。腿也给踢断了。他告诉特纳斯一个秘密，他们儿时烧死的那个主人其实是特纳斯的亲爹。这个贵族的妻子是个拥有马场的贵妇，所以他不敢让妻子知道他有一个私生子儿子。他把特纳斯这个私生子当作奴隶一样养在身边，所以特纳斯也是有贵族血统的，名叫奎因图斯。说完，沃尔萨斯点燃了屋里的织物，把门反锁上，扬长而去。好的，5、6两集剧情就讲到这里。从本集开始，我们把2集合并一期吧。这2集里有些匪夷所思的情节。首先是2个少年在儿时杀死了主人，烛火点燃了被子的速度有些夸张。2个孩子逃到走廊，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的东西很像是战车上拴马的绳索、缰绳、套索等等。所以这个被烧死的人要不是个战车赛手，至少也是一个资深战车爱好者。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主人是一个恋童癖，不然为何不和老婆睡在一起，要和2个小男孩睡在一起？但最后让我很惊讶，其中一个男孩特纳斯竟然是他的私生子，这口味也太重了吧！所以这个推理很不合情理。那也许是我想多了，人家只是单纯的睡在一起。对于特纳斯是主人的私生子这个事儿，沃尔萨斯似乎也没有撒谎的必要，但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主人要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沃尔萨斯呢？这个主人对沃尔萨斯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自己儿子的信任，还真是脑回路很清奇。比较有趣的安排是，每个年轻人都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二师兄爱上了赛琳娜，小师弟爱上了卡拉的小女儿，卡拉的大女儿则爱上了路人甲。他没关在决斗士学校，那是没办法爱上谁了。而他母亲卡拉似乎要和特纳斯有一腿了，这里落单的就只剩下大师兄了，其他人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真是往里插了太多这种无聊的剧情，把一个主线还不错的剧填得个乱七八糟。那么本集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